佛得角的比賽120分鐘才被阿根廷艱難的3-2戰勝，這場球怎麼吹都不為過。我們都想到了佛得角最終會出局，但誰都沒有想到，到比賽的最後，竟然所有的人都被他們圈粉了。我想，除了阿根廷本國的球迷之外，過去幾乎所有的梅西的球迷、阿根廷的球迷，在比賽2-1阿根廷領先的時候，我們都在期待奇蹟，結果奇蹟就真的發生了。利桑德羅·馬丁內斯92分鐘打進一個球，佛得角在100分鐘連換2人，103分鐘，洛佩斯·卡布拉爾一個漂亮的兜圓角弧線球，像亨利一樣將比分扳平。那一瞬間，我不知道全球有多少人抱着腦袋跳了起來，就像老 K 的家人們一樣，大家都為這個小國家而興奮。是真的嗎？是真的嗎？他們難道真的要把阿根廷拖入點球決戰了嗎？但也就在最後110分鐘，阿根廷3-2。隨後最後的10幾分鐘，所有人都在心裡面暗暗的默默的為佛得角加油。他們今天踢的是梅西，他們面对的是世界杯冠軍。门神沃奇尼亚对西班牙有7次精彩的扑救，今天对阿根廷有8次精彩的扑救。他的 Instagram 的粉絲還在暴漲，從最初的5萬到了100萬，到了1000萬，現在到了1874萬。整個世界杯最大的贏家是誰？最大的英雄是誰？我們只看見這位過去從來不被外界熟悉的40多歲的老門將，他是一場用自己的表現真正贏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心。老 K 的朋友圈許多人都說裁判太偏阿根廷了，佛得角踢得乾淨，遇到誰最後都是5-5開，真的太牛了。甚至比賽結束後，球王梅西耐心地和一個個過來找他的佛得角球員挨個合影。Ahí estaba Messi, que fue, mirá, le sacan fotos los muchachos de Cabo Verde. Son los rivales, sí, pidiéndole fotos a Leo. Que casi nos eliminan, casi le mandan a penales, pero todo, o sea que le pedían en el partido, cuando terminó el partido le pedían algo, yo pensé que le pedían la camiseta. No. 梅西今天用他飄忽的跑位打進了精彩的一球，而賽後他還揭秘，對這種比賽定位球非常重要，我們在定位球方面練了很久。採訪中我們注意到梅西的額頭都被撞了好大一個包，所以這場3-2拿下，阿根廷真是筋疲力竭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朋友們，請原諒我，今天看完佛得角跟阿根廷的比賽，老 K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，真的遲遲進入不了工作的狀態。甚至今天我們就只講這一場比賽，也只想講這一場比賽。風浪可以撕碎船帆，卻摧不垮人的心。勝負可以被不斷的改寫，但骨子裡的倔強永遠無法被征服。對佛得角來說，奇蹟從不是憑空降臨的，只是留給了那些咬牙堅持到最後的人。而什麼是勇氣？就是在你不斷的身處絕境，卻依舊保持着體面和從容，那是真正的高貴。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，一個人可以被毀滅，但永遠不能被打敗。佛得角這場球到底讓人們共鳴了多少感動？也許許多年後我們都會再想起，而這一切都只是因為足球。所以感謝您的點讚，感謝您的訂閱，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。但最關鍵的，以老 K 看來，現在阿根廷梅西是根本不跑，當然這也正常，本來就40多歲了。所以賽前我發了個朋友圈，阿根廷隊的比賽有意思，就是看大爺散步。可關鍵的問題是，現在的阿根廷戰術已經全面的復古化。簡單說，踢的是3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足球。以後遇到真正頂級強隊，這比賽很難踢，甚至沒法踢。這並不是什麼輕敵的問題，也不是什麼陣型鬆散的問題。簡單的就是因為10個人踢11個人，確實不知道該怎麼踢。而關鍵是在進攻中，所有的球員都在竭盡全力的想跟大爺梅西進行配合，但這樣的配合很難，非常難。所以阿根廷的前場到現在只有梅西在運動戰進了球，老塔羅和小蜘蛛包括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這球該怎麼踢。這當然不是個好現象，而且老 K 根本不知道未來該如何解。只能說我非常客觀的說，這種踢法隨時都可能被淘汰。但這個半區運氣又確實太好，接下來對埃及，隨後可能碰上瑞士、哥倫比亞、加納，所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而且還不僅是梅西導致整個阿根廷的踢法復古，現在他們幾乎已經沒有邊路球員，並且已經很久沒有踢過先丟球的逆風球。所以2026年的阿根廷回到了1994年，不管其他的隊友多麼的大牌，但由於場上球王的存在，所有的人就只能去配合他。這種現象非常獨特，老 K 看了幾十年球，也就是馬拉多納那一次，還有就是梅西，在整個足球史上也只有1994年的阿根廷和2026年的阿根廷。主教練斯卡洛尼的感覺也非常不好，他說
這場比賽讓我想起在卡塔爾輸給沙特的那一場。雖然這是我執教的第100場，對我來說也最有意義，但在我們打進第3個球的時候，我只想讓比賽快點結束。所有人都以為這會是一場輕鬆的勝仗，但只有我們清楚，絕非如此。對手在比分2-2打進的那記世界波實在太精彩，簡直不可思議。而卡塔爾世界杯的決賽，我們也經歷了重重磨難。那場比賽一度踢得很艱難，這就是現實，局勢隨時可能朝着不利的方向發展。阿根廷是什麼呢？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，我們始終如此。這意味着我們要經歷磨難，要傾盡所有。就像今天，佛得角肯定是拼盡了100%的力气，這種鬥志足以拉平雙方之間的不少差距。當然，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總結，但我認為阿根廷這支球隊始終肩負着責任。說實話，斯卡洛尼雖然已經看到了問題，但很難解決。或者說，過去人類整個足球史上都沒有過先例。他跟 C 羅在葡萄牙還不一樣，完全不一樣。C 羅是會稍微跑一跑的，而且他的作用關鍵是傳中的時候，在禁區內有個高點。而梅西大爺現在的踢法是完全不動，甚至走都懶得走。過去的世界杯歷史上，哥倫比亞的金毛獅王巴爾德拉馬，那是我見過第一個在世界杯上走着就能把球踢好的。這話有些誇張，但巴爾德拉馬確實是在走，或者也能說慢跑。可是球王梅西是走都不走，他就那麼站着。所以未來阿根廷的比賽，球迷們也可以像老 K 今天一樣，非常具有娛樂效果的，咱們就盯着球王梅西，看大爺在場上散步，其實挺好玩的。輸贏是一回事，看梅西踢球收穫的美感又是另一回事。就像他今天的那個反跑反越位，最後插上去進球，一切堪稱画境。就梅西自己來說，40歲一個老頭來說，他已經将足球這件事兒做到了極致。只是一支志在衛冕想夺冠的阿根廷隊，實在是全员都不知道該如何配合他踢好這樣的足球。今天梅西又當選了全场最佳，他也打进了個人在世界杯的第20個球，自己的預期進球 XG 達到了 1.26， 預期助攻 XA 達到了 0.72， 甚至連最後阿根廷的進球也算是梅西的助攻。數據上無可挑剔，梅西確實是場上的神，只是如何與神共舞，這是屬於人類的難題。賽後，佛得角的門將沃奇尼亞終於和梅西擁抱了。他賽前就說過，自己最大的願望就是對陣阿根廷，因為梅西是史上最佳，就想和他同場競技。這次願望終於實現，雖然梅西還是進了球，但沃奇尼亞奮力撲出了梅西的4次射門。這樣的表現，這樣的門將，不僅是梅西，所有人都會記一輩子。今天在比賽場上的有一幕，阿根廷獲得了一個前場任意球機會，當時佛得角的门將沃奇尼亞正在一侧的立柱旁指揮隊友布置人牆，可就在裁判哨響的一瞬間，梅西立刻看準門將的站位偏離中心，不等對方的人牆排好，直接起腳吊向空門。這一記快發任意球非常突然，但沃奇尼亞仍然反應極快的奮力飛身撲救，神奇的將球擋了出來。這就叫老炮，這就叫閱讀比賽。裁判只要響哨，隨時都能踢。而且過去對皇馬，梅西的任意球吊射庫爾圖瓦，踢球踢到這個境界，梅西也算是入了化境了。另外，今天阿根廷進的幾個球都是近高遠低，這一點上老 K 對佛得角的门將稍有微詞。這方面過去的布冯是最好的參考。聽眾裡如果有學門將的，這種近角必須要封住。那麼冷知識，今天梅西進球之後，也解鎖了世界杯全部可能的輪次都有進球。他是分別完成了小組賽第1輪、第2輪、第3輪，還有32強、16強、1/4決賽、半決賽和決賽，梅西都取得過進球。他也是首位能夠做到這個奇蹟的人類。但客觀一點說，今天佛得角比阿根廷踢得要好，在90分鐘內先後戰平西班牙、烏拉圭、沙特、阿根廷。即使被淘汰，但90分鐘內的比賽也就根本沒輸過。踢得對面阿根廷的恩佐呀，比賽中小腿不斷的抽筋兒，但恩佐仍然要求繼續留在場上，這就是阿根廷球員的硬。但阿根廷的第一個丟球，那個球他賭對方傳倒三角。老 K 個人覺得賭倒三角也是對的，沒想到對方角度那麼小，竟然穿了2個門，所以後來也急了眼了，越來越拼，越來越拼。現在我們最擔心的是阿根廷千萬陣容裡面不要出現傷病。那麼我想許多年以後，我們都會回想起今天佛得角將阿根廷逼到了加時賽的3-2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感謝佛得角，他們將足球對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，將世界杯對每個普通人的意義展現得淋漓盡致。老 K 的兒子和女兒一直在比賽中說，真應該為他們拍一部電影啊，這電影不知道多好看。是的，此時此刻，今天目睹了佛得角所有創造奇蹟的比賽的人們，我們都在呼籲用電影的形式將他們的傳奇書寫下來，留給未來20年、50年、100年的人們繼續去緬懷。
而阿根廷的隊員們也真的不容易，這4年他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傷病，但今天晚上他们依然一起站在梅西身邊，守護住了阿根廷的衛冕之旅。而且在遇到佛得角之前，利馬加羅梅羅這一對雙中衛的丟球數是0。想想利馬如果22年世界杯決賽還在，穆阿尼那個點球應該就不會出現了。這曼聯的利桑德羅·馬丁內斯老 K 是真的喜歡，唯一的缺點就是玻璃體質，傷病多。賽後這個硬漢利馬也主動找到了對方的門將沃奇尼亞表達敬意。而驚心動魄的阿根廷近7次世界杯淘汰賽5次被扳平，但從未被淘汰，這是真正有球王罩着的球隊啊！希望回去好好歇一歇，大家躺在冰浴裡一起復盤。阿根廷隊踢誰都五五開，這不能一直當玄學用呀。另外，在淘汰了佛得角之後，阿根廷在世界杯近8次对陣非洲球隊取得了全勝。這其中利馬不僅貢獻了1個助攻1個進球，全場的傳球成功率竟然高達98%，還有6次解圍1次攔截。那麼至此，阿根廷隊在世界杯加時賽總進球數已經達到了7個球，僅次於德國和意大利。而第一次參賽就能夠3次逼平3大世界杯冠軍，在常規時間4連平的佛得角。最後看他們主教練的眼睛都殺紅了，真正的殺紅眼。這一段故事就像老人與海，海明威寫的，一個人可以被毀滅，但不能被打敗。最開始逼平西班牙，人們還以為是冷門，可現在應該所有人都知道佛得角到底在地球的哪個地方了。團結與堅韌，雖敗猶榮，能夠在1次落後的情況下扳平，能夠在2次落後的情況下扳平，他們所做過的就不再只是運氣，而是真正的奇蹟。讓我們對佛得角足球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就像沃奇尼亞說的，我一生都在為這些瞬間而努力。就像歌詞裡唱的，平凡的人們給我最多感動。打進2-2扳平一球的卡布拉爾，取得進球後衝進了看台和人群，尋找自己的妻子，然後將妻子緊緊擁入懷中。就那麼幾秒鐘，全地球最幸福的就是那漂亮的女人。儘管最終仍然以失敗告終，但那個屬於他們的時刻留在了全人類的心裡。這名23歲的球員卡布拉爾已經和土超球隊特拉布宗體育簽約，也即將跟曼聯過去那個門將奧納納做隊友。希望你真的能夠越踢越好，甚至能夠到5大聯賽、到英超來試一試。最後讓我們一起多看沃奇尼亞幾眼吧。今天止步淘汰賽後，看台上有個佛得角的小球迷難掩失落，當場哭成了淚人。沃奇尼亞就注意到了他，走到看台邊摸了摸小球迷的腦袋，而孩子的這淚水中又包含了多少悲傷，多少驕傲呢？奇蹟每天都在上演，但只留給心懷信念的人。不到中場哨響，就一切皆有可能。這就是足球，這就是世界杯，這就是老 K 看完了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復，甚至今天只想說這一場比賽的原因。感謝您的陪伴，感謝您的參與，感謝您的點讚和訂閱。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，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。讓我們明天再見。